赶紧起来，别装死！我这是穿了。周嫂子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顾家不是缺媳妇儿吗？顾寒舟，你一个病秧子，她一个傻丫头，正好凑一对儿，省得她在江家白吃饭，也省得你病死了没人收拾。这门亲倒是挺般配，一个病，一个傻。江家真狠，趁雨夜把人塞过来，这是怕他跑吧？它不是一件物品。哟，你还护上了？你顾家穷的外面下小雨，房里下大雨，你拿什么护他？韩舟，你这身子撑不了几年，顾家这老宅都快塌了，发生意外也有人能照顾一下。别往东墙站。你又犯什么傻？东墙先塌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一个傻丫头！强烈了！你走。他真说中了。这墙不是老坏的，有人动过梁。墙都塌了，你还敢乱说？就是一个傻丫头，摔一跤还摔出本事了。旧梁被雨泡了多年，断口会发黑发软。这节木芯是新的，损口却对不上旧墙，不是自然塌，是后来换进去的。还真是新插口。顾家老宅去年是不是修过一回？一截木头能说明什么？韩州房子破，族里好心帮他修，你们还要反咬长辈？去年秋天，族叔带人来过。你说东墙漏风，替我换一根梁。那天我病得起不来，没有进房看。我替你修房还有错了？修房不会把程度梁换成短木，原梁至少要插进墙里3寸，这根只有1寸，暴雨一冲，东墙必裂。这不是修房，这是埋祸根啊！你们顾家的事儿跟我可没关系，人我送到了。你刚才说我是江家送来的人，是又怎样？那你听清楚，从我进这道门起，我不是你随手丢掉的包袱。哟，傻子还知道顶嘴了？就因为我以前傻，你们才敢欺负。现在我好了。好得很！一个刚进门的女人就敢怀疑顾家的长辈，挑唆我们的关系。他只是在检查房子安全，没有其他意思。韩舟，你别忘了，你是顾氏族里养着的。我只记得我娘临终前说，顾家老宅是她留给我的。所以你想要的不是修房，是想等房塌了把地收走。怪不得族叔刚才张口就说收回族里，这也太急了。江云芝，你刚嫁进顾家就想挑拨族亲？我不挑拨，谁还想收地，先从梁下站一夜。不行，主梁在沉，这房今晚保不住。听见没有？连鲁师傅都说保不住。韩舟，签字，把宅地交给族里，族里给你换间偏房住。门板拆下来，2张顶东角，木凳搬4个，叠在梁下，麻绳绕住，别绕断梁。你个傻丫头，指挥谁呢？想看房塌的就站着，赶紧动手！绳子，你别进来，站门口看着。我能帮。你活着就是帮我了。门板顶梁，木凳垫脚，你这是修房还是搭戏台？东角受力断了，先把下坠的力分出去，再说修。哼，说的像真的似的。再站那儿，下一块就砸你的头。江丫头，是这儿吗？往左半尺，对，顶住，别松。不动了，梁不往下掉了。临时撑住有什么用？这破房早晚得塌。今晚不塌就够了。够什么？够我明天查清楚，谁动了这根梁。哦，还真管用。既然看懂了，就顶西角。我？你不顶，房塌了先砸你。顶就顶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傻丫头能嘴硬到几时。江云芝，你到底是谁？先把房扶正，再说我是谁。
小丫头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再撑10息，梁劲儿过去就稳了。10息？你说稳就稳？西角竹竿别松，东角门板往上抬半寸。照他说的做。停了，真停了。撑住一晚，不代表能住人。能不能住明天看，该不该收地，不是你今晚说了算。云芝，我家房顶漏了一夜，你能不能去看看？我家灶房也漏，锅都接满了。看什么看？修房是泥瓦师的活。昨晚你顶梁的时候，也没说这是我不能碰的活。有本事你就看出个名堂来。先看那家，漏水不是小事，拖一天，墙角先烂。瓦老了，换一片就行。昨晚一整夜都这样，换了瓦也没用。不是瓦的问题，瓦不坏，水从哪儿来？哎，瓦下面怎么藏这么多水？房檐坡度太平，水排不出。你换多少瓦都照样漏。就算你说对了，你会改？拿3块瓦，1根木条。有。让水往外走，不是往房里钻。不漏了，真不漏了。云芝，也给我家看看。不过是碰巧。那你碰一个给大家看。这是工钱，不多，你别嫌。记账。好，张家6文，李家8文，陈家修灶房房檐10文。顾书生这账记得清楚，江丫头这手也真快。以前都说他傻，我看人家只是不爱说话。一半买药，一半买木料。给我买药，账得有人记。那木料也不能少。房子不稳，你住不安心。哟，才嫁过来1天就开始藏私房钱了。江云芝，你是江家养大的，这钱该交给娘家。这是他修房挣的。你一个病秧子，还真把自己当他男人了。他进了顾家门，我就该护他。手拿开！你敢拦我？大家都看看，嫁出去的第1天就不认娘家了。昨晚不是你把人推的，我那是给他找活路。活路？这是你给我的活路？嫁人连床被子都不给？家里穷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江家穷不穷，我不问。但他今天挣的钱，你1文都拿不走。哟，病得一阵风都能吹倒，还学人家护着。别硬撑。这时候不能退。这堆买药，这堆买木料。那娘家呢？娘家昨晚已经把我推出门了。想拿钱，先把雨夜推我出门的账算清。你少在这儿装可怜。江家养你这么大，你挣几个铜板就翻脸？嫁衣没有，被褥没有，米粮没有。你们见过这样的娘家？这哪像嫁人，像扔包袱。昨晚雨那么大，真要没人开门，人都得冻出病。他本来就是傻的，留在家里只会吃饭。他今天修了3户房，3户都付了工钱，账在这里。我家房就是他修好的，我家灶房也不漏了。好，你们顾家别后悔。他修1户，顾寒舟就多1分底气。族叔，那怎么办？别让他继续修，先断他的料。昨天还有10几根直梁，今天怎么只剩几根歪木？顾族叔一早全买了，说族里修祠堂要用。祠堂上月才修完。他怕我们修房，更怕老宅安然无恙。
这是我娘留下的。顾家老宅，东临官道，西接旧堂，村口最好的地，族叔盯了很多年。那更不能塌。木料没了，鲁大成也不会借工具。谁说修房只能靠新料？你要用这些？废料浮梁，10块垫脚，竹片分立。东梁垫石2层，西角用竹片压住。这里写对了吗？东梁受力重，10块要平，西角不能硬顶，要留半指空。半指空是为了让梁走力。你学得快。我当你有什么本事，拿一堆烂竹片修房？能撑住就行。这房3天必塌。江丫头，这真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3天后看。好，3天后要是没塌，我鲁大成叫你一声师傅。那要是塌了呢？哼，塌了他就别再碰村里的一片瓦。可以，记上。3日为期。东梁垫石2层，西角留半指空，房檐水口也改过了。今晚要是下雨，就能验房。大家都来，3天到了，看看这破门板能不能顶住房。韩州，若是房塌了，你就别逞强了，宅地交给族里，至少还能换间能住的偏房。房没塌，族叔不必急着分。哼，别嘴硬，今晚见真章。动了吗？没动。那边塌了！顾家没塌，鲁师傅家塌了。3天到了。鲁师傅，你家这墙角泡软了。顾家的破房都撑住了，你这偏房怎么先倒了？昨晚雨太大，谁家不出点毛病？水堵在墙根，1晚就能泡软。你补瓦补墙都没用，根子在地上。你那条小沟是为了这个？房要站得住，先让水走得出去。云芝，那我家墙根也总泡水，你给看看成不成？我家造房也想改。修墙角、改房檐、挖排水沟，分开计价。我不抢鲁师傅的活儿，微出我看，力气活你们自己出，价钱按户算清。行，能不塌就行。这次赌约算你赢。鲁师傅，那声师傅呢？先欠着吧。照这样修下去，我们能重建老房。前院留空，方便堆料；后厨抬高半尺，防潮。房檐往外挑，雨水进沟。水沟绕月1圈，再从东侧引出去。对。江丫头，你这是修家还是修铺子？这院子要是真建出来，比镇上小客栈还奇特。谁家过日子还分前院后厨，多费砖多费工。顾家靠官道，商队路过，镇上客栈住满，就会找能歇脚的地方。商队住村里，他们能看上咱这破地方？所以要先修。若有干净房、热水，能停马车的院子，他们未必不来。哼，房还没修稳就做发财梦，韩州，你真被这傻丫头带糊涂了。建出来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这泥能烧砖。这泥年是年，可村里谁会烧砖？镇上钱家砖窑烧了几10年，咱们哪比得过？比不过大的，就先烧小的。要多少泥，多少柴？先烧1窑式砖，泥坯20块，柴按半日量备。20块？小孩子捏泥玩呢？试错要小，烧成再放大。云芝，泥还分层？上层松，做坯容易裂；下层粘，烧出来更稳。下层粘土先阴干，再入窑。这不像灶，也不像炉。火要走这里，
热要留这里，砖不是烤熟，是烧透。你真能造谣？造一做你就知道了。盯着他的泥坯，别让他烧成。这缝流这么窄，火能进去？火进去容易，难的是让火在里面转一圈。转一圈？直火烧外皮，回火烧心，烧砖要里外都透。一料20匹，柴火半日量，鲁师傅3人半日工。若烧成，每块砖成本3文不到。镇上砖可要8元一块，所以第一窑要稳。被动了手脚，先别声张。为什么？让动手的人自己看清楚。第一窑要是裂了，你这青砖梦就醒了。裂不裂，开窑看。该加柴了。小火稳住，别猛。碎了。我早说过，村里泥烧不成砖。这块被人掺了沙。是啊，谁这么缺德？你烧坏了就怪别人，急什么？这一块没掺沙。摔。摔给他们看。没裂，这比镇上的土砖还结实吧？边正，生门心也烧透了。不过一块砖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那就再看。真烧成了。20匹，去掉被掺沙的5匹，成砖15块。云芝，这砖卖吗？我家墙角想换这个。我家也要。他这砖不能乱用，要先砌一段墙，看扛不扛雨，看稳不稳脚。鲁师傅懂行。哼，烧出砖又怎样？砌墙是鲁师傅的本事，敢不敢比？比什么？我用老法砌一段，你用你的青砖砌一段，谁的墙先坏，谁以后见了对方低头叫师傅。好。看来又要等一场雨了。我干了20年泥瓦活，砌墙闭着眼都比你稳。墙稳不稳，不看年头，看怎么排水。哼，墙是砌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鲁师傅这手艺确实快。云芝，你这是砌墙还是挖渠？水走不出去，再好的墙也会烂脚。碎石少，费工多，但墙角能干。话里胡哨。乍一看还是鲁师傅的墙像样。墙不是给晴天看的。那就等雨来淹。这雨比昨晚还急。陆师傅那边墙根积水了。拿锄头把水引开。现在引，晚了。江丫头这墙下面不存水。他砌的不是一堵墙，是墙角的活路。陆师傅，这回该认了吧？说好的，谁输了叫师傅。不用叫。你不让我叫？你会砌墙，我会让墙活得久。谁也不是白学20年。那排水技巧，你能教我？想学，拿真本事换。碎石铺这里，水就从沟里走。墙角不直接泡水，墙身就不容易裂。我以前只想着把墙砌厚，厚墙也怕烂根。以后修屋，云芝看结构，
鲁师傅带人施工，工钱按户计，材料单独算。我给他打下手？不是打下手，是一起接活。你有手艺，我有法子。村里那么多危屋，一个人修不过来。那我家墙角能排上号吗？排第3户，先看屋，再报价。行，我带人。族叔，鲁大成都站他那边了。他靠图纸哄人，图纸没了，看他拿什么烧砖修屋。您的意思是，今晚把图拿来。火口宽3寸，怀火道却没写。关键尺寸不能写全，防人，防急着偷的人。拿走了，让他拿。她一个傻女都能烧，我顾家族里还烧不出？等砖烧成，村里人就知道青砖不是他一个人的本事。族叔，这砖怎么全裂了？不可能，图纸明明一样。他图上少了什么？顾族叔也烧砖，怎么烧成黑疙瘩了？偷来的法子哪有那么容易成？谁偷了？我顾家自己建窑。窑形象，火路不通。你少卖弄玄虚。外面烧焦，里面没透，火只冲了窑口，没回到窑尾。回火道没做对。族叔，你哪来的图？我自己画的。这张纸是我家的，昨夜丢了一张未完草图，今日族叔就照着建了窑。一张纸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说明偷图没用，图纸能偷，火候偷不走。掌柜的，青柳村烧出新砖了，硬，吸水少，村里人都抢着要。一个破村也会烧砖？听说是个傻女弄出来的。傻女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砖不傻。哪位是江姑娘？我家掌柜听说村里出了好砖，特意让我来瞧瞧。你家掌柜是？镇上钱家砖窑，钱万仓钱掌柜。钱家砖窑在镇上做了几十年，来者不善。看砖可以，套方子不行。这砖不错，就是村窑烧的，名头不响。我们掌柜愿意收1块3文。3文？镇上的砖卖8文。镇上砖有牌子，你们村砖能有人买就不错了。3文可以。真卖？签3月长期契，3月内你们钱家按3文收青砖，但不能转卖冒充钱家砖，也不能退单压价。行啊，签就签。3文卖给他，咱不是亏了？他今天看不起村砖，明天就会后悔这个价。掌柜，铺房装梁，砖要稳。村里小窑烧的东西，图个新鲜可以，真用就冒险了。我不听谁说，今天当面试。是就是。这青砖吸水少，库房怕反潮，吸水少，梁不容易受潮。吸水少不代表结实。撑住了！这批砖我要顾家的。掌柜，你可想清楚，镇上砖窑供货稳。钱掌柜刚签了3月收砖契，若顾家供不稳，钱家可以按3文全收。会写契，会算账，顾家这个书生不简单。约好的车夫少了3人。顾公子，不是我们不拉，是镇上钱掌柜说了，谁拉你们村砖，以后钱家的活就没份儿。这不是堵路吗？他堵的是车夫，不是路。江姑娘，镇上的路不好走，村砖要出村，还是得靠镇上的人。若家家请车，运费翻倍，粮铺这一单几乎不赚。那怎么办？砖烧出来不能堆着发霉。那破路早废了，车过不去。路废了就修。几车砖值得修条路？不是为几车砖，是为以后每一车砖。
江丫头，这路修起来可费劲。修好了，真能走车？旧路底子还在，青草垫碎砖压实，牛车能过。我带人请坡。出工按日计，碎砖算村窑出料，以后这条路谁家运货都能走。那我干，我家以后卖柴也方便。过了，真过去了。车呢？怎么一辆都没有？哼哼，以后顾家的砖就走这条路。千万仓堵了镇口，我们修出了村口。常用泥坑被人买走了，钱家买的，还立了牌子，说以后谁挖谁赔钱。他不堵路，改断泥。断不了。那坑是最好的黄泥，没泥窑就停了。村里不止一个坑。这糖泥又湿又黏，踩进去鞋都拔不出来，能烧砖？这泥太细，干了怕裂。单烧会裂，配起来就不一样。糖泥、细沙、草木灰，比例呢？先试3种，成不成？烧完看。拿臭糖泥烧砖，真是急疯了。掌柜的，他没黄泥了，只能挖糖泥。糖泥烧砖10窑9裂，这次不用拦，等他自己把窑烧废。你真觉得这糖泥能成？钱万仓断的是旧泥，送来的是新财路。甲坯裂了2块，乙坯边角掉灰，丙坯最稳。生沉，砖芯也实。丙料能做防潮砖。防潮砖跟青砖不一样。普通砖怕吸水，防潮砖用在地基、粮仓、客房地面，水汽上不来。啊！哎，这东西镇上粮铺最需要。我这库房一到雨天，粮袋底下就反潮。你这砖真管用。先铺一角，今晚放半袋米，明早开袋看。试用不收工钱，若米袋不潮，再谈整间库房。行，我试。不潮，真不潮！整间库房都给我换！掌柜，粮铺说以后库房砖都要顾家的。断了他的泥，他倒烧出新砖，那就看看他守不守得住砖。今日出窑120块，送粮铺40块，院中该剩80块，少了10块。谁敢偷砖？不是第一次搬。后墙外有小路，能避开村口。今晚留砖不收。偷到你鲁爷眼皮底下了！别跑，车辙、砖数、时辰都记着。我就是借几块。借东西要夜里翻墙。这不是顾族叔身边的人吗？说，谁让你来的？是族叔，族叔说拿几块砖回去看看，烧不烧得出来。明日，请族叔当面说清。一大早闹什么？几块砖也值得惊动全村。族里看看你们烧的砖，怎么就成偷了？10块防潮砖，1块不多，1克不少。族里看砖，走正门，翻后墙是贼路。没有族里，你一个病弱书生能守住这宅子？宅子是我娘留下的，去年东墙换梁，族叔收了修屋钱，换进去的却是一根短木。这上面确有顾长荣的手印，你拿旧事压我？不是压，是算清。从今日起，顾家老宅、顾家窑、顾家账都与族叔无关。好，
你们别后悔。屋能修，砖能烧，后悔的通常是看不懂路的人。这窑迟早烧不下去。再泡下去，苗根都烂了。往年也积水，可没今年这么厉害。东边水进得快，西边排不出去。不是田的问题，是村里的排水全乱了。云芝，你能看出怎么救？修一条总水渠，把低洼田的水引到旧塘。修渠得出人出力，万一没用呢？他修屋烧砖还不够，现在又想管全村的田，修渠要挖你们的地，出你们的人，到头来是不是还要给他交工钱？再拖3天，这片苗全烂。那可是半年的口粮。信我的，今天先挖小渠。我家田最低，我先试。我也来，水再不退，我家真没粮了。今日出工的人名字记上，水渠通后，先救出工户低田，再救其他田。顾寒舟，你这是逼乡亲，不出力也不能抢先占便宜。从这里开口，斜着往旧塘走，别直挖，直挖水冲得急，会塌边。我带人稳渠边。退了，我家田水退了。苗还活着。云昭，我家也挖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但今天所有人都得下田。东田3户挖主渠，西田2户清旧沟，没出工的排后。我昨天没信，今天补行不行？行，多出半日工。我出。我家的田不用你管。你家田最低。我顾长如种了一辈子地，用不着你教。鲁师傅，渠边压草带，水口别一次开大，先放3成。听见没？先小口放水，别让渠边塌。能看到苗根了。顾族叔家的田水漫过田埂了。快把水挖出去！别乱挖。你不是会修渠吗？就可以。先补出工。你们田等不了你摆长辈架子。 4人补半日工。行。这边堵草带，右边开前口，水先缓，再放。按他说的来，谁敢乱挖，田沟全冲没！通了，主渠通了，苗保住了。这一渠救的是半个村的口粮。这次只是抢救，还有下次。村里的水乱走，路也乱走，只修渠不够。渠和路要一起规划。云芝，你能不能把整个村都改一改？这是咱们村，这里是旧水渠，清出来。这里铺碎砖路，雨天车不陷。这里靠官道，能停货车。窑方放村委，灰尘不进住户。顾家院靠村口，若修成可住人的干净小院，商队能先停脚。商队真能住咱村？他们不是看不起村，是看不起脏、潮、乱。屋子干净，路能走，货能停，饭能热，他们就会留下。那咱们也能挣商队的钱。卖砖是一次钱，留客是长久钱。我们缺的是让他们停下来的地方。那就先修一个。门槛还要抬？雨天水不进屋，商队货箱也不受潮。前院可停2辆货车，东厢2间客房，西侧做热水房。江丫头，你还真把家修成客栈了？可谁会来住？哟，傻病又犯了，好好的屋不住，非修给外人。江家的门我已经出了，顾家的屋怎么修不劳你管？你就折腾吧，等没人住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前头镇上客栈满了，还有没有能歇脚的地方？还真有人来了。我去问。
我去看车位。你们村能住人？我们车上有货，不能受潮。前院能停2辆，排水沟通旧渠，客房刚铺防潮砖，货箱可先放东厢。车从这边进，别走泥坑。鲁师傅把碎砖垫上。来2个人，垫车轮。掌柜，地是干的。热水有，灶上还温着粥。村里客院比镇上后院还干净。2间客房，1晚20文；货车停院，每车5文；热水另计3文。定价清楚，不乱要。下个月还有3队货车过这条官道，我都带来。1晚就挣这么多，这比修屋还快。一个院子能留客，那一条村呢？客房40文，停车15文，热水6文，草料10文，一晚上70多文，这比修3户屋还快。我家也有空屋，是不是收拾出来也能接客？能，但不能乱接。有床有屋就行。商队又不是来享福的。货商最怕3件事：货潮、车陷、价乱。屋要防潮，院要排水，价要写清，达不到不能挂青砖村的名。不就是住一晚吗？哪来这么多规矩？江云只让你们等，是怕你们抢他生意。可他说屋没改好，不能接客。商队要的是便宜，你搭个草棚，少收1半钱，他们照样住。客人来了，先抢到手，银钱才是真的。掌柜，住我家，便宜，1晚只要10文。货箱放这儿，1夜就潮。不会，凑合1晚嘛。走。别走啊！我们村还有好的。掌柜，给我们半盏茶时间。坏屋不留客，您看完顾家客院再决定走不走。我来你们村是因为我兄弟说你们房子好，价格也好。我是做生意的，不怕花钱，怕被糊弄。昨夜商队住宿价、热水价、停车价都写在这里，今日不涨价。带路。掌柜，这屋真干。货箱放东厢。看见了吗？商队不是嫌村子，是怕货受损。要真住坏了，人家以后就不来了。从今天起，青砖村接客立3条规矩：第一，客房必须防潮；第二，院子必须能停货车；第三，价钱必须写清。达不到就不能用青砖村的名头接商队。那我家要是改好了呢？我验过，能接。云芝，那我家先验。还有我家，我明天就铺水沟。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能砸青砖村的招牌。口别堵！江姑娘说了，水走得出去，客人才留得住。鲁师傅先句句不离江姑娘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本事。李家东院地面合格，排水口偏窄，暂不接货车，只接人住。我今晚就改排水口，改完再验。这家可以接客，真的。青砖村2号客院。以前我家漏雨都没人住，现在也能挂牌了。这村子比上回来不一样了。掌柜，商队现在不进镇上后街了，直接绕青柳村。一群村人也敢抢镇上的生意，让商队知道青柳村的路不安全。听镇上人说，这村路刚修，容易塌车，还说客院强心气，不稳。掌柜若不放心，可以先验路验房，再决定住不住。若路坏了，货损谁赔？我们不口头保证，路面、院墙、排水当面验，合格再进。先让空车走一遍。我跟车看路。路还行。
声音时，枪没扣。枪倒了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安全？别急，枪不是他的，是被人掏了脚。这不是施工坏的，地基被人从外面挖空了。你能确定？新土石旧土石，墙角下面被人掏成空洞，不倒才怪。挖墙的人没走远，鞋底会带这种糖泥。他鞋上有。站住！你刚才在墙根干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。你挖的坑，木片还在你袖口。谁让你来的？是镇上钱老板，他说只要墙一倒，商队就不敢住了。这也太坏了，自己砖卖不过就毁人墙。别吵。墙坏一段，我们当面修，当面验。您若还不放心，今晚住宿费减半。你不怕我走？怕，所以更要让您看清楚，青砖村坏了会修，错了会认，但不会糊弄。碎石铺底，青砖压脚，这回让掌柜亲眼看。以前只知道砌墙，没想到墙角还有这么多讲究。看不见的地方，才决定看得见的墙稳不稳。地基夯实，排水通畅，客房防潮，明码标价。这牌挂出去，客人一看就明白。以后每家都挂。你们这村规矩比镇上客栈还明白。规矩明白，客人才敢来第二次。今晚不走了，货车停这里。掌柜，商队没走，还说青砖村验收规矩清楚，以后愿意带朋友来。哼，我给他拆一面墙，他倒挖挂出一块牌。那就不跟他讲规矩。掌柜想怎么做？降价，钱家砖半价卖。我卖不赚，也要拖垮他。钱家砖半价，镇上好几家都去买了。咱们要不要也降？不降没人买怎么办？他这是宁愿赔钱，也要压死咱。若跟着降，工钱、柴火、泥料都要亏。那不降就等死。普通砖拼不过他降价，那就不卖普通砖。防潮砖给粮铺库房，路基砖给车道和院口，客院定制砖排水更快。钱家半价卖的是普通砖，他没有这些。分3类报价，不降价，按用途卖。人家会买吗？粮铺要防潮砖，商队客院要定制砖，村路要路基砖。他卖便宜砖，我们卖有用的砖。掌柜，我们钱家砖半价，比顾家便宜一半。便宜砖能防潮吗？这普通库房也能用。我粮食潮一次，赔的不是几块砖钱。掌柜要的第2批砖，我们按库房尺寸做了边角砖，墙角不用切。这好，省工还严缝。按定制价，交货期5日。签。这种砖适合货车停院。雨天车轮带泥，水能顺槽走，不积在货箱底下。我要10车，沿途几个常驻点都换。10车定制砖，分3批送。钱家半价，咱们反而接了大单。原来不是便宜就有人要。掌柜，他们不卖普通砖了，改卖定制砖。一个村窑竟然会分货，他身边那个病书生才是管账谈价的人。嫂子，这真是我姐弄出来的。他是江家人，他挣的再怎么也该有江家一份。走，认亲去。云芝啊，嫂子来看你了。有事说事。瞧你这孩子，都是一家人，哪能这么生分？姐，江公子来顾家是做客还是做工？做什么工？大宝是云芝亲弟弟，当然是来帮忙管账的。管账要会算数，会计料，会核订单，这些学学不就会了？粮铺300块防潮砖，一车最多装80块，分几车送，余多少？3车，3车240块，还余60块。若你漏记，顾家赔1车砖。他年纪小，慢慢教嘛。认得这个吗？雨夜送我来时，里面只有2件旧衣，半块冷饼。你们不是来认亲，
是来认钱。江云芷，你别忘了，你姓江。我没忘。疗坊缺搬砖的，按日结工钱。江家人愿意干，也一样排工。你让你亲弟弟搬砖？青砖村的规矩，亲叔不改嫁，出宫才记账。嫂子，要不我搬也行？闭嘴！你可是他亲弟，大家都看看，他发达了就不认娘家，这不是忘本是什么？周氏，你说他忘本，那晚的事儿我可还记得。老人家，你记错了吧？暴雨夜，你把他推到顾家门口，包袱丢在泥里，还说傻子留在江家白吃饭。那晚我也在，云芷连被子都没有。现在人家赚了钱，又来说一家人，这话不好听。那他呢？一个病秧子，吃着云芝的，住着云芝绣的屋，不就是吃软饭？他造屋，我守账；他改村，我铺路。夫妻没有谁吃谁的饭，只有谁愿意和谁把日子撑起来。说的好听，账本是你写的，契书是你收的，可真正出力的还不是云芝？是他出力，他看屋、修河、烧砖、改村，没有他，顾家撑不到今日。周氏，那晚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傻子嫁病秧子，正好省江家一口饭。原来那晚真说的这么难听，把人当累赘推出门，现在又想当亲人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你们都是看他有钱才替他说话，不是他们替我说话，是你当初做的事，终于有人听见了。嫂子，要不咱回去吧？没出息！江云芝，你别得意，娘家不认你，夫家也未必靠得住。他不需要靠谁，但我愿意和他站一起。以前都说顾书生病弱，没想到真遇上事儿，他比谁都稳。云芝会修屋，他会守账，这不正好一对儿吗？坐下。没事儿。嘴硬不算本事。那你说，什么算本事？按时喝药，活久一点。你刚才听见了？听见了。我不是说给周氏听的。我知道。3车240块，还鱼50块，鱼60，你这孩子差10块砖能亏多少？顾书生，咱们也想学看账，以后商队来住，别让人糊弄。青砖村要守住，不只要会修屋，也要会看账。那就教。教谁？想学的都教。修屋修路还不够，你们还要教人看账？只会出力，容易被人压价。屋子要扶正，人也要站直。村里旧仓空着，若你们愿意，那里可以改成村塾。墙还能用，屋顶得补。这里开大窗，白天亮，地面铺防潮砖，孩子坐久了不凉。左边放孩子桌，右边放账桌，大人晚上来学看气，学会看数，才知道自己挣了多少，该拿多少。那我得来，我家客院收钱，天天怕算错。旧木做桌，新砖铺地，3天能改好吗？3天，2天就行。今日先学计数，砖、公车、克，样样都要落地。顾先生，会看账就不会被坑吗？会看账，至少别人坑你时，你知道。顾先生，我儿子能做前头吗？当然。好好学，爹砌了一辈子墙，账却总算不明白。以前村里只想着修路修屋，路修到外面，自能修到心里。村长，顾长荣带着外村人回来了，说顾家老宅是祖产，不许挂青砖村的牌。这顾家老宅本就是顾氏祖产，没有族里点头，谁敢拿它做青砖村门面？怎么又冒出一张气？顾书生不是拿过他娘留下的元气吗？族叔手里的气，可否让村长看一眼？哼，你怕了？怕假气误人。上面写着：顾家老宅归族里暂管，听见没有？暂管也是管。这是我娘留下的地契，这是近10年的纳税凭证，每一年户名都是顾寒州。
税据是真的，税据能说明交税，不能说明地不是祖产。这张契纸太新了。胡说，纸都黄了。边黄心白，旧纸是从里到外发脆，你这张只是外面染过。还真是，边上黄，里面白，墨也不对，旧墨会沉进纸里，这个浮在上面。祖叔，伪契能骗一眼，骗不了细看。你懂纸，懂墨，你一个傻女又想坏我好事。我不懂你的人心，但我懂旧东西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补出来的。这牌该挂，也该你来挂。谁能想到，最早是顾家那间破屋先撑起来的？那晚大家还说云之傻呢。谁在说他傻？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慢点。我不怕高。我怕。青砖村，咱们青砖村。车80块，3车240块。他们算得比大人快。以后会更快。嫂子，别去了。他真把这破村修起来了。是我们以前看错了。他们现在还说你傻吗？没事，屋子正了，人心自然就低头了。那以后呢？以后修更远的路。